破相而入道，无我而现佛。梵音堂精心策划了《金刚经》智慧系列影片，让我们一起听佛语，现本性。欢迎收看第4期。在这个纷扰不安的时代，我们总在寻找一种真正能安住内心的方法。或许你曾听过《金刚经》这部经典，它常被称为大乘佛法的心脏，甚至是一切经中最上乘的智慧。但我们不禁要问，它为何被尊为经中之王？佛陀在这部经中到底说了什么？他对后世的嘱托又藏在哪句话里？我们都走在寻求解脱与智慧的路上，却常常走着走着就陷入了形式的泥淖，把修行变成规矩，把佛法变成束缚。而《金刚经》正是佛陀为破除这些执着而说的一部经。它不是要我们学会某个仪式，而是要我们放下对一切相的执着，从根本上打破对自我、对世界、对法的错误认知，进而走向一种无所住、无挂碍的清明状态。这部经的名字听起来刚强锋利，实则蕴藏着极柔软、极圆融的智慧。《金刚经》就像一把无形的利剑，能断除我们心中最深的执着与颠倒妄见。佛陀不只是在对须菩提开示，也是在对千年后的我们说话。那些还在为情绪所困、为人我纷争所扰、为未来焦虑的人，今天就让我们重新认识这部经，不是从文字表面，而是从佛陀说法的本怀出发。我们一起走入《金刚经》的世界，听见佛陀留给我们最深的嘱托，那是指引我们脱离执着，证得真正自在与慈悲的无相智慧。当我们翻开《金刚经》，会发现佛陀反复讲到一个重点，那就是破相。什么是相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对事物的固定看法和执着的表象。比如，我们认为这是我，那是别人，这个人是好人，那个人是坏人，这些念头其实都是相。而佛陀教我们修行的第一步，就是要离相，也就是放下对这些表面现象的执着。《金刚经》里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若现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一切我们所见所感所想的表面现象，都是暂时变化不真实的。当我们看到这些现象，但心中不执着，不被他们带走，就能见到真如，见到佛性。佛陀要我们修的，不是把眼睛闭起来什么都不看，而是看而不住，知而不执。这正是《金刚经》的核心。它不是要我们离开世界，而是要我们在世界中学会不住相而行，不施，不执着而起慈悲。我们可以做善事，可以修福德，但若执着于我在做功德，我比别人修得多，那功德就变成了负担。相反，如果我们放下我执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那么我们的每一份布施，每一份善行，都将是无量无边、纯净无染的。佛陀也说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这是对大乘修行者的提醒。我们不是为了成佛给人看，也不是为了积功德换果报，而是为了从内心真正放下分别心、我执心，回到那个清净无染的本性，也就是回归本心。本心是什么？佛法中常说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我们本具佛性，本来是清明寂静、慈悲智慧的，但因为长期以来的习气与执着，让我们忘了自己内在的清净，反而追逐外相，执着分别，把佛法也当成一种功利工具。这就像镜子本来是明亮的，只是被尘埃遮住了光。佛陀讲《金刚经》，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拂去这些尘埃。当我们真正理解《金刚经》要破除的是一切有为之相，就会明白，修行并不是在追求一个什么更好的我，而是在放下那个执着自我的念头，让我们的心慢慢回到本来的宁静与圆满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当别人误解我们、批评我们时，我们是否马上就生气、防卫、反驳？这就是我相在作祟。若能在当下关照，这一切只是因缘生灭，别人的话只是声音而已，我们的情绪只是起落而已。这时候我们就开始练习破相了，
金刚经不是空谈哲理，而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实用的观念和修行法门。当我们在生活中不再因外境而起烦恼，当我们能在繁忙中保持清明，在人我之间保持慈悲，这时候我们就走上了《金刚经》所说的般若波罗蜜多之路，也就是从烦恼彼岸走向智慧的彼岸。总结来说，《金刚经》的本质不在于学会多少文字，不在于背诵多少经句，而在于我们是否真正放下了执着。这部经的真正功德是要帮助我们破除一切对自我、对世界、对法门的错误认识，回到佛陀所开示的本来面目，也就是我们内在那个不动不摇、不受外境左右的清净本心。我们一起修学《金刚经》，就是一起练习在万象中显无相，在无相中显真心。这就是佛陀留给我们最深的智慧。当我们听到无相智慧，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玄的名词，好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远。但事实上，无相智慧不是高高在上的哲学观念，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、可以实践的修行方法。它不是空谈，而是佛陀留给我们穿越烦恼、到达内心真正清明与自在的关键。什么是无相？相是什么？简单来说，相就是我们眼中看到的、耳朵听到的、心中认定的那些东西。一个人、一句话、一个评价、一个身份、一种情绪。当我们执着于这些相的时候，我们就陷入了分别与计较，心就开始动摇了。佛陀说：若现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这句话意思是，当我们看到一切表面现象而不执着于它，不被它迷惑，我们才真正见到佛的本性，也就是我们自己内在的清净与智慧。但问题来了，我们怎么可能不执着呢？生活中到处都是相，我喜欢的东西，我讨厌的人，我的地位，我的财产，我的痛苦，我的成就，这些不就是我活着的全部吗？佛陀并不是要我们否定这些经验，而是教我们用无相的智慧去面对它们。这就像是在看一场电影，当我们知道这只是一部戏，就不会因为剧情而痛苦。问题是，我们现在把这场戏当真了，所以才会烦恼执着，痛苦不断。无相智慧就是一种觉知力，它帮助我们在面对各种人事物的时候能够保持清明，不陷入情绪的漩涡。比如有人误解我们，我们会生气，想解释，想反驳。但如果我们知道这只是相，是暂时的、变化的、不可掌控的，那我们的心就不会被带走，我们会像佛陀一样安住在自己的本心上，保持慈悲柔和而不动摇。金刚经中讲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正是无相智慧的根本修行。所谓无所住，就是心不依附在任何相上而生其心，就是即使不执着，我们仍旧能生出慈悲智慧清净的心去利益众生。这不是消极的放空自己，而是积极的不执着，中行慈悲。举个实例，我们做布施时，如果心里总在想我布施了这么多，应该得些回报，这就是住相了。但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发愿，愿众生离苦得乐，不求果报，不计得失，这就是无相布施。无相的行为是清净的、有力量的，不被任何得失染于，也不会让我们累积烦恼。修行无相智慧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时时提醒自己，不要把一切看得那么实在。有人赞美我们，不必欢喜到飘起来；有人批评我们，也不必气到失控。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因缘生灭，来来去去，不可掌控，也不必固守。这听起来或许有点难，但正因如此，佛陀才留下了这部《金刚经》来不断提醒我们。这部经是一面镜子，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执着，也是一把钥匙，引导我们从住于相走向无相观，从迷于我见走向清净法性无相。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在一切有中不知一法未始，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，是《金刚经》要我们体会实践落实在生命里的核心方法。
当我们学会这种智慧，就能在人世间的种种变化中如如不动，既不逃避，也不迷失，既能慈悲地活着，也能智慧地解脱。我们正在学的无相智慧，就是让我们活得更自在，更不被情绪绑架，更能用清净心面对人生的一切挑战。这不是理论，而是一场每天都能练习的修行旅程。只要我们愿意，每一刻都可以是开始。在《金刚经》中，佛陀并不只是和须菩提对话，他是在对所有未来的修行人说话。经文里一句句看似简单的语句，实际上都藏着深意，是佛陀对我们这些后世弟子最慈悲也最迫切的嘱托。他知道未来的众生将生活在充满诱惑纷扰与妄念的时代，容易执着于形式，追逐名利，迷失本心。因此佛陀在《金刚经》中不断提醒我们，修行的关键不在于表面功夫，而在于是否真正破除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。佛陀说，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，即非菩萨。这不是否定菩萨，而是强调，只要心中还有这些执着，就不是真正的大乘修行人。所谓我相，是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我在修行，在做功德人，像是把他人视为对立众生，像是觉得自己要去拯救别人受者，像是执着于生命的长短与个体的存在。这四众相正是我们现代人最容易陷入的错觉与分别。那么佛陀的嘱托是什么？很明白，要我们在修行过程中不执着不染着，清清楚楚地看见一切因缘生灭，却又不逃避不消极。我们既不否定修行的价值，也不把修行变成累积功德的手段。佛陀要我们做的是从内心真正理解无我，并在无我的基础上自然生出慈悲与智慧。佛陀在经中说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此经乃至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其福胜彼。这句话的重点不在于读了多少，而是在于受持与为人演说。所谓受持，是把经中智慧内化成自己的生命态度，为人演说不是炫耀知识，而是将自己的体会分享出去，利益他人。这也是我们该如何自处的第一层，把经文变成活在心中的法，而不是书本上的句子。很多人学佛背诵经文，参加法会诵经布施，但生活中仍常常烦恼重重，这表示我们的修行停留在表层。金刚经不是要我们变得更会讲道理，而是要我们活出智慧不执着的心。第二层是佛陀要我们不要执着于修行本身的成就感，修了几年，看了多少书，禅定多久，感应有多强，这些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越来越放下了我执，是否越来越愿意聆听他人，包容众生，放下评价与分别。真正的修行不是把自己修得比别人好，而是越来越无我。第三层是佛陀提醒我们要用无相的心去行有相的善事。我们要救苦救难，行善布施，弘扬佛法，这些是有相的行为。但若我们带着执着的心去做，比如想要回报，想要被赞叹，想要正果，那么这些行为就变成了染于的福德。佛陀说，不应住色生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意思就是做一切善行，但心中无所住，这样的修行才是真正清净，真正自由的。所以作为后世修行者，我们该如何自处？我们要做一个心中有愿，手中有行，但不执着于果报，不住于形式的行者。行善不是为了将来上天堂念佛，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诵经，不是为了被人尊敬。我们做这一切是为了让心清净，让烦恼减少，让智慧增长，是为了回到佛陀指引的那条清明之道。佛陀给我们的嘱托是慈悲的，是直指人心的。他知道我们会被名利遮蔽，会在烦恼中打转，会对修行产生疑惑，所以他留下金刚经，让我们在最迷失的时候仍有一盏灯可以照亮心中的黑暗。
我们不能只把佛法当成一种知识，而是要让它成为我们的生命态度。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要把这句话用在工作中、人际关系中、对自己与他人的评价中。当我们渐渐不再执着，不再计较，当我们学会放下而非压抑，那时我们就走在了佛陀嘱托的正道上。愿我们不负佛陀的身心嘱托，以无相为智慧之基，以清净为修行之本，在这颠倒梦想的世界中，活出一颗如如不动的菩提心。回望整部《金刚经》，我们彷佛听见佛陀在1000年前对我们低语，那不是遥不可及的教义，而是一份真挚的叮咛与祝福。他告诉我们，万法皆空，万象皆幻。真正的智慧不是追求更多的知识与名相，而是放下执着，破除我见，让我们的心回到本来的宁静与慈悲。我们常在生活中苦苦挣扎，想要掌控一切，抓住一切，却在不知不觉中背上越来越沉重的包袱。《金刚经》像是一把利剑，斩断我们心中的种种执念，也像是一面清净的镜子，让我们照见自己本具的佛性。佛陀要我们记住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是一种活在当下，不被任何外相困住的自由心境。今天我们重读这部经，不只是为了理解文字，而是为了回到佛陀当初说法的慈悲本怀。愿我们不仅受持这部经，更能在日常生活中练习它的精神，在每一次起心动念中关照自心，在每一次人我交汇中放下分别，在每一次行善布施时不求回报。让我们将这份清净与觉醒回向给一切众生，愿一切有情皆得离苦得乐，愿所有心灵都能在佛陀的智慧光中找到真正的平安与自在。南无金刚智慧，南无释迦牟尼佛。如果你曾经诵读《金刚经》，却总觉得没有感应，内心依旧混乱，那么你绝对不能错过下一集。为师魔诵了《金刚经》却没感应，99的人都误解了它的核心。这集带你打开般若智慧的真正大门，我们将深入揭开《金刚经》最容易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修行要诀，带你走出诵经无感的迷思，一起触碰佛陀智慧的真正核心。敬请期待，让我们一起用正见打开般若的大门。